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12月4号，我来到了此次房车冬日行的最漂亮的景区之一——仙都风景区。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缙云山。尤其是近年以来，这个地方的名气越来越响啊。主要和这个影视剧的拍摄地有关系，像著名的什么道士下山呀，像这个花千骨啊，都在这里取景。那么我身后这个峰呢，很漂亮啊，就是这边的代表，叫鼎湖峰。今天呢有点小雨，所以呢它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虽然说你看不到这个蓝天白云，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感觉啊，只有在这种天气你才能感受得到。那么远处呢就是一个丁步桥。那么丁步呢又叫定步啊，在温州、台州这一片很常见，就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缓的这个水面上建一座桥，可以供步行用啊。那么它这有一个表演，就是一个农民牵着一头牛啊，当然不是在这个山，是在另外一个山，叫什么朱坛山那边吧。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彩旗，对不对啊？因为这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也就是皇帝的祭祀，每年在这里有一次啊，很隆重，和这个陕西那边的黄帝陵并称为北陵南祠啊。这里有个黄帝祠，就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鼎湖峰的右侧。那么可惜这个地方呢是不让航拍的啊，不让航拍，因为我看见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叫做禁止航拍啊，所以就比较可惜了啊，要不然这个天气围着这个鼎湖峰转一圈还是很爽的，对吧？不错不错，赶上这个天气也算是不错啊。再看一看这边啊，这边就因为没有风了嘛，它就整个是一个水面加上那个定步啊。那么缙云山啊，现在叫仙都了啊。它过去是4A， 现在因为它的名气越来越响，加上它的硬件设施各方面提升以后，变成5A 了。那么据说这个地方呢，和黄山、庐山一起并称为轩辕皇帝的3大行宫之一啊。他的行宫，所以在这里建了这个皇帝的祠，也是我们中国南方唯一一个能够祭祀皇帝的一个大型场所，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呀。现在换个角度看这里啊，这里有点树叶的衬托哈，仙气飘飘的一个地方关键是它这有水的衬托啊，加上那个远处的那个定步桥更有意思。都说缙云山既有黄山的奇，桂林的秀，而且还有华山的险，一点一点去体会吧。这个应该就是黄山的奇加上桂林的秀的感觉。那么华山的险在哪儿呢？过了杨子亭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峰了。这个据说是火山岩啊，经过地质运动和风化形成啊，好漂亮的红叶啊！前面还有一个仙水洞，你看这个峰上面有好多孔洞啊。那么据说缙云山呢，还是唯一一个露在地表的火山熔岩的一个地质奇观的一个所在地啊，但不是这个峰啊，是在另外一个景区，也是归这个缙云山这一块的另外一个景区。你看它这个上面有很多孔洞这里就是仙水洞了。这里也有一些摩崖石刻，也是属于重点保护文物的。所以到这来主要是看这个洞嘛，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你看这里的一个石刻，摩崖石刻写了它的故事。玉柱峰应该就是前面那个鼎湖峰了，又叫石笋。旧传上有鼎湖，
以前传说上面有一个鼎湖，皇帝飞升水，皇帝飞升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是皇帝飞升的地方，就刚才那个鼎湖峰那个峰口。在这个鼎湖峰的一侧，就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群，就是皇帝的祠。进来第一个就是这个玉龙亭啊，因为当年据说皇帝在这里升天嘛，有一条龙在这里盘旋啊，那么皇帝驾驭了它，所以叫玉龙亭。这里的鱼儿呢也长得是肥头大耳啊，哪有游客他往哪里跑啊，很聪明。你看那边，这甚至可以跳起水面来吃东西。这里有一块匾，写着皇帝词语啊，这可不是一般人写的，这是唐朝的时候的一个书法大家写的，他的笔记。我们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啊，但实际上可能更重视皇帝一些啊，因为炎帝毕竟是手下败将嘛啊，打输了，对吧？那么皇帝就地位更高一些像这个中间这个大殿啊，轩辕殿啊，上面写的天下第一词。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海峡两岸交流的一个好地方啊，也是全世界的这些所有的华人华侨来进行这个传统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进来大殿不敢戴帽子了，对吧？面见皇帝了，这是皇帝的像两边的壁画都是他的一些功绩啊，描述他的一些功绩，丰功伟绩吧。现在要从这边出去到下一个景区，走走这个定步啊，注意，它有点滑的。那边一直在拉生意，但没人做，可能跟下雨有关系吧。做主牌就从这边一直往前滑啊，也没有多远。那么这个古建筑应该是用来拍电视剧用的吧？我想，武侠剧是不是留下的布景？这个地方就是仙都的朱坛山。为什么叫朱坛山？因为据说宋代的朱熹在这里讲过学。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知名的网红打卡点了啊，主要是因为它的背景非常好啊，背景也是一个大的石柱，然后呢还有一个石梁桥，也就是定步桥。人多的时候呢，可能景区会安排一个什么农民啊牵着一头牛从这走过去啊，或者说是一个妇女穿着鲜艳一点的衣服，是吧？扛了扁担走过去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摄影吧。现在我站的位置可能会站一堆长枪短炮的人啊，去拍照的。其实这个景还是不错的啊。你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山，它就叫朱坛山。拉近一点看看。这就是错峰出游的好处啊，没人啊，包场。这要是旺季，你都难以想象，你根本就轮不到你走上去。注意安全啊，有点滑。看一下，这个水质不是特别好啊。OK。继续，还在下着雨啊！你看这里还有鸭子，刚才我还看见一只白鹭，特别白的白鹭。坏了，来人了！我这怎么回去呢？
我只能走过去，等他们走完了，我再往回走。啊，我只能先走过去了。得小心呐，很滑。这一直伴随着这个溪叫练溪，练字的练啊，然后我身后呢就是黎翁洞啊，它这个地方是以摩崖石刻为出名的一个地方啊，有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啊，还有更晚的，就是从这上去啊，这是它的入口，还是很窄的。注意，这就是黎翁了吧？这应该刻的就是黎翁。黎翁这个人，大家可以百度查一下他。这是他的一个洞。看石刻在哪儿呢？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了，是吧？这有民国的。这里就是黎翁洞最精华的部分所在了，就是摩崖石刻。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字呢，就是这里啊，黎翁洞3个字啊，黎翁洞，它是当年唐朝乾元年间缙云县县令，也是唐朝非常有名的写篆书的这个书法大家李阳冰题的黎云洞。整个黎云洞呢，一共是黎翁洞啊，整个黎翁洞呢是唐朝的这个题刻有2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这里唐朝的就是这个很明显的这几个字啊，叫出阳谷仔细看这个出字是不是不对啊？它少了一点啊？为什么？那么这个是颜真卿写的啊，颜真卿的手书，故意写的少了一个点啊，是因为当太阳从这里射进来的时候，能够补上这一个点，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故意的少写了一个点，剩下就是宋啊、明啊、清啊，还有民国时期的，还是一共有60处吧。那这里主要是一些游记了。地上是个八卦，这有一个冠，这叫仙都冠你看这个石头中间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走廊，应该是能够上去的沿着这个石头中间走。其实它形成的原因很简单，它就是因为中间富含土壤，中间这层富含土壤，经过多少年的这个水的冲击，它就没有了，所以就露出这么一个廊子来。这是一个观，仙都观。既然叫观嘛，肯定是道教的了。这里是仙都的另外一个打卡的地方，叫小赤壁主要是因为它的石头有点红，对吧？然后这个石头上写了一个蓬莱仙境还有一些摩崖石刻，但不知道是不是文物了，应该也是应该也是，应该有些年头。这边水岸还是很漂亮就这种丽水这边丽水这边的典型的这种感觉这种溪边然后这个树叶子垂到河面上这种感觉，然后远处有这种桥或者汀步阴夜月山上还是可以看到风的
OK 这是最后一个打卡的地方了啊，就算结束了啊，结束这个仙都的旅游了。总结一下，这里门票是90块，然后景交车是20块啊。景交车你必须买，不买的话你走起来会很累啊，因为景区很分散，你必须得坐这个景交车啊。有国岛证呢是可以免费的啊，像我有国岛证的话是全免啊，门票和景交车都是免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时间紧呢，就看一看核心景区，也就是鼎湖峰那边就可以了。然后其次呢是朱坛山啊，其他地方呢，如果你有时间呢，可以逛一逛啊，没有也就无所谓啊，看不看都可以。OK 结束这个仙都之旅啊，雨中游仙都，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边还是很漂亮的。吃了东西，准备前往下一站了。来了缙云，不能不吃这个缙云烧饼啊，最有名的。我已经咬了2口了啊。个人感觉呢，它的肉馅儿比较实在，这一个10块钱的瘦肉馅儿，但是呢，口感和味道不如咱们湖北公安的锅盔啊，这实话实说。而且他喜欢在表面抹一层糖水儿，不过这个我没让他抹。也比较酥脆了，但是吃起来口感还是没有锅盔过瘾。开始搓。这个黄色东西呢是遂昌那边的特产，其实就是年糕，我感觉啊，可能搁了黄豆还是搁了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口感特别软糯啊，挺适合老人吃的啊。我把它放在这个面条里煮也是一样的，也挺好吃的。真暖和呀。由于现在呢是每天都是这个旅行状态啊，所以电根本就没用完。没用完呢，一会儿要开车，所以把电耗一耗啊，先把米饭焖熟了。这样的话呢，路上还能多充一点电，要不然充不进去了，对吧？好，我们吃完饭以后，我们下一站仙居见，拜拜。